跨越迷惘的地界，握紧生死的界限，我望向这黑夜，灵魂不曾被熄灭，挥舞起这份热切，即使终于烟雨裂。花开山海，遇见他来将呼唤，风吹云残命不凡。世外，谁人能明我孤单？一念纵身俯瞰，刀剑出鞘，漫天飞霜，一战天下的信仰。直冲云上，血舞剑气焰四方。踏过风浪，醉舞四方，几乎苍生义无妨。青山之巅，你我共这一世狂。云哥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不是说了晚上见吗？我不是也说了，我晚上没空吗？还有，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你和叶云情同手足。你若回天启，要做的第一件事，定是来看望他。这些事情都是师父告诉你的。你现在可以相信了吧？我真的是受如仙之托来帮你的。你还有别的要求吗？听说你酿的酒很好喝，我教你内功，你送我美酒，如何？一言为定。云哥，走了。父亲，母亲，孩儿不孝，今天才来看你们。我从前跟你们说，我不想做大将军，我想做一个自在江湖的剑客。如今，我也算完成了一半。今天来看你们，也没带什么好东西啊。我给你们舞一会剑吧。
来吧，选一坛吧。一坛可不够啊。下魂魂，人间昆剧，嘲笑歌戏，倦狂一心不羁，年少快意，谁能把余愁留在风里？这是你马上要学的内功，名字叫落花流水。落花流水。心如枯燥苍烂，就一生一人执念不退还。看来，那个人就是白日里潜入学堂之人。好俊秀的功夫，你怎么还有心思欣赏别人的武功啊？百里东军这一进城就被各路人马全部给盯上了。不行，我得去看看。确实是好酒，只可惜得浪费一二了。有暗器，老秦，我们去干他。有什么暗器？不过就是一滴酒罢了。放心吧，来人没有恶意，他刚刚已经与我们打过招呼了。什么意思啊？你认识他？不是，你认识他？你怎么不告诉我？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他是谁？百里东军是我带来的，你怎么比我还着急啊？来人是白小堂堂主姬若风，他与如仙有一段旧缘，愿意教百里东军如仙的秋水诀。不然真的让东军跟着你学你们雷门那憨劲儿十足的内功心法，我10年也考不上学堂啊！我憨吗？以后我每来一日，你就送我5坛酒，如何？哎，你不要太过分了啊！酒没了可以再酿，可学堂大考若是败了，就没有下一次机会了。唉，看来我酿的酒实在是太好喝了呀！来吧，虽然没有多少时间了，但如果是你，就一定没有问题。公子，还有3日便是出试了，不知此次出试考题可有眉目啊？你不是也说了吗？3日之后才是出试，急什么？我不着急，我着什么急啊？我就是觉得我们是不是……怎么，大家不敢来问我，所以去逼问你，对不对？这1天3、4趟的问，谁都吃不消啊。往年出试考题，那都是提前7日便会放出一些风声，难道这次你真的要等到最后1日再公布啊？最后1日公布，不才是正常的吗？怎么，学堂现在都这么厚脸皮了？提前泄露考题，已经成了不成文的规定。哎呀，6月呀，这初试又决定不了最终的结果，初试完了还有一个中试。中试可是几10年不变的1队打1队，这才是真正考究实力的地方。初试嘛，不过就是让各家公子拿个好兆头回家去的。别这么较真，6月。琢磨公子说的对，更何况以6月公子的才学，就算是提前告诉大家考题，没有点真材实料，也是不行的。就是，废话那么多干什么？
还下不下？哎，不下了，反正我也下不赢你。我就说嘛，今天怎么突然之间跑来找我下棋，自取其辱？原来你也是来套题的。嗨，那我不是带来一个备考的兄弟吗？再说了，往年出试的题目，我10几天前我都能知道。谁让这次主考官是你啊？哎，挺好，特别好，所以我这不亲自登门拜访了吗？那我若非要最后一天公布呢？那行，看来以后每一年的主考官都会是你喽。你威胁我？对，我就威胁你，怎么着？你也知道我这个人嘴巴特别碎，我就每天跑到师傅那儿去吹耳边风，我就告诉他，哎呀，柳月当主考官特别好，让他给你做主考官吧。他听烦了，他就会同意了，你就年复一年，一年又一年的做主考官，一年再一年。算我怕你了。嘿嘿。文武之外，啊？没错，就是文武之外。世间大考分为文武2类，但文武之外呢，有那么多有趣的东西，所以呢，我既不考文，也不考武。只要文武之外有能令我折服的东西，这初试我就让他通过。这还不说呢。可这文武之外到底要考什么呀？你要知道，我们学堂要的不仅仅是文武双绝的人，还有有趣的。而这文武之外，考的就是人。哎呀，柳月呀，柳月，你这可是给我开了个后门啊！你可别给我扣帽子，我说的可都是肺腑之言，和你带来的那位兄弟，半毛钱关系都没有。懂。哎，对啊，你说那位小公子最近怎么样？我也不知道。话说，我也好几天没见着他了。舒服，有了内力就是不一样啊，感觉全身都暖洋洋的。哎，雷梦莎今日来学堂了吗？卓墨公子的动向我怎么会知道？没大没小啊！怎么了？今日突然有事找我啊？我有个好消息告诉你。哎呦，巧了，我也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。真的？你先说。来，初试的题目出来了。出来了？是什么？4个字：文武之外。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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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怎么了？你这高兴傻了？这表情。不是，那你文不成武不就的，这文武之外真挺好的。文武之外？我练了这么多天武功，你告诉我文武之外？去你的文武之外！真是奇了怪了，文武之外，不考文也不考武，那这算什么考试啊？那你说这选拔的是什么呀？或者是啊，谁长得美，谁就能进中试？哼，兄台此言有理。那柳月公子
据称是容颜绝代，说不定就是谁长得美，就符合人家要求呢。那，旁边这位小哥容貌俊秀，若去参加考试，那必定能通过呀。确实气度不凡呀。谈。哎，客气。文武之外，倒是有趣。这位小姐，冬日要到了，本店新进了一批布料。老板，帮我做套衣服，很急，我3日内就要。好。行。六月公子啊，特立独行啊！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啊，把学堂大考放在我的赌坊里。所谓大考，其实和赌没什么区别。愿闻其详。很多人苦学10年，为的就是大考的这一刻。这或许是他们人生中发挥最好的一刻，亦或许是发挥失常，再无挽留之地的一刻。赌博呢，也是如此。不上到赌桌的那一刻，谁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；而上了赌桌，这胜负才刚刚开始。精辟！除非出千。怎么？有人敢在你这千金台出千？当然不会。所以我们今日在此大考嘛。六月公子啊，果然不同凡响啊，妙哉，妙人呐！你看我这大金牙都为公子倾倒了。二爷呢？当初选择借地给我们的不是他吗？去听曲儿去了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那么愿意听曲儿。本来对这个学堂大考不感兴趣，答应你们啊，无非是柳月公子拿了一阙残谱与之交换。哎呀，能为学堂大考提供场地，我千金台每天损失个1.8千两的银子，不心疼。涂大爷的损失，学堂明日自会派人送来。这就是学堂的嫉妒啊！都快敞亮收摊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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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了！加油！哎呦！是会的，没问题的。小爷百里东军驾到！又喝多了？谁喝？你是那个剑林的高手，你叫叶鼎之。哦，对，叶鼎之。那天我是喝多了，不过我记得你剑术不错，人还挺有趣的。本来我还想跟你交个朋友呢，结果没来得及说话，就被我舅舅给带走了。现在想也不迟啊。成，你也是来参加学堂大考的？自然。参考学员即刻入场。走吧。
这莫非就是雷梦莎此前跟我说过的什么赔率？啊？这是什么？这我知道，这是千金台设的赌局，看看今天谁才是大考的魁首。哦，哎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那我名字后面这1000什么意思？是不是数字越大越厉害？你想什么呢？数字越大，说明看好你的人越少，你的赔率也就越高。这个时候呢，如果有人押你1两银子，你得了魁首，他就会赢1000两。但是呢，机会小啊，没人愿意去冒这个险。像我就不一样了，我是热门人选，押我的人可多了，所以我的赔率就不。竟然也是1000。连个外院学生丢的桃子都接不住的人，赔率不是1000，还能是多少啊？这千金台的赔率呀，是根据买家的数量决定的，还望柳月公子让小先生不要介意啊。小先生欺我功夫馆这等小事。开始吧。学堂大考，准备开始。所谓文武之外，便是请诸位在文和武之外展露一下自己在其他方面令人惊艳的特长。时间为6个时辰，在这6个时辰内，如果有人觉得自己可以交卷了，告诉我们你要展露的是什么，我们呢便会派出相应的考官来进行考验。若通过了考验，即可进入中试。每位考生都配有1名助考士，诸位可以让自己的助考士去千金台外取展示才艺所需要的东西，可有异议？大家不是都已经知道了吗？还问我们有没有异议？若说有异议，还有用吗？这傻小子，没有用。开考吧。开场。倒有些5时3刻即刻行刑的意思。来人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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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位公子有何吩咐？3路客栈，哎，去找雷梦莎，公子，把我的大包裹给我拿过来。找谁？废话多公子雷梦莎，去吧。哎，你打算做什么？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王爷，助考师都已经出发了。也不知道这群人里有没有能助本王登临大宝之人。今日学堂大考。是，陛下。百里洛尘的孙子百里东君也在参考人之里。他怎么也在天启城？是九皇子殿下把他带回天启城的。是不是九皇子殿下也？唉，你把老九想得太复杂了。姑的这个儿子，姑自己知道，他把百里东君带到天启，很可能只是因为欣赏他罢了。他不会与那小子为难的。相反，百里东君若是有事，他会豁出性命去救他。姑倒是有些好奇了。一直听闻百里洛尘那个独孙是有名的纨绔，却没想到突然有一天，他学会了西楚剑歌，又不知为何得到了老九的青眼。
陛下似乎很欣赏九皇子殿下。多嘴了。奴才惶恐。学堂大考还有哪位皇子去了？亲王殿下也去了。老二啊，罢了，小崽子们的游戏还不值得孤费心呢。考官，我要交卷。哟，还真有这么快的？你叫什么名字？教的又是什么？在下白衣门段白衣，自幼研习骑术。这文武之外，在下要教的就是骑术。可以，请公子赐教。你和我像。你学了几年棋啊？你学了几年？我7岁开始学棋，至今得有17年了。我3岁开始学习，至今也有7年，差不多嘛。来吧。我执黑不办，你先请。好。还精通骑术，连个小童都下不过。能在灵素执黑下坚持这么久，说是精通，不足为过。10余年苦修，我竟败给区区一个小童。看似下的是棋，实则展露的是心。一味刚猛，长风一蛇，你的棋艺很好，但你败给灵素，或许是因为你许久未败。倒是天天败。今日一败，未尝不是件好事。段白衣，记下了。
谁的助考室啊？这谁的助考室啊？是准备在初试上表演睡觉吗？多谢。原来是他呀，什么都不会，睡觉再合适不过了。怎么，你还真像他们说的，打算在这睡一觉啊？是啊，不过你怎么跟他们一样没见识啊？你还真信呐？玩笑，玩笑。哎，哎，你准备的东西呢？来了。这什么呀？刚杀的北蛮羊腿，还新鲜着呢。这就是我准备的东西，有意思。那现在可以告诉我你打算做什么了吧？酿酒。酿酒？我呢，身无长技，只有酿酒这项技艺是我从小锤炼的。既然要比文武之外，自然要拿最拿手的出来。可是酒不是越陈越好喝吗？这6个时辰内就能酿出好酒了？这你就不懂了吧？陈酒有陈酒的酿法，新酒也有新酒的酿法。这世间酒有千种，各有一味，也并非越陈就越好，而是要看你能不能喝到自己喜欢的。别光看我呀，你那羊腿还在桌子上休息呢。酒来了。此人不错。这手刀法看起来似乎普普通通，细微处却显露了真功夫，可称得上是高手中的高手。考完给他发帖子吧。那九皇子选中的那位少年，你是说萧若风带回来的那个？父皇遣他去了一趟黔东城，他便带回来这么一个人。你说这人能是什么来头？镇西侯府整个朝堂谁能拉拢得动？更何况这镇西侯是本王登临大宝的最大绊脚石。
嚯，你这可以啊！弄好了？是啊，之后每间隔1个时辰，换一个热水袋就可以了。这可是我的独门秘籍。等我的羊肉烤熟了，咱俩的晚饭就有着落了。羊肉配酒，越过越有。那就要看你的羊肉好不好吃了。唉，不过你说的倒也对，估计咱们2个只能赶个末尾喽。这前排和末尾有什么意义呢？总该能进就是了。谁说没有意义？第一就是第一。考官，我要交卷。何人？考什么？江湖客，无门无派，姓燕，名菲菲。至于考什么，你下来，我告诉你。考什么？就考这个。你偷东西！哟，这轻功可以啊。我见你的轻功也不虚啊。偷东西多难听啊，这叫妙手空空。我这赌坊里啊，还来了个千手千眼的佛爷。看这手法，应该是神偷空灵儿的徒弟。东西还我！敢问这位童子，我这可算是过了初试。既然你要展露的是这手妙手空空之术，那么我便不是你的考官。三秦，我名三秦，你有3次机会从我身上偷走一件东西。我怎么确定你身上有没有东西啊？那就靠本事来确定。这是轻功，3步追缠。若是这样，还算是文武之外吗？轻功算不算武功？我记得我看过一个叫《明月》的画本，里面有位剑客给一个轻功高手说过一句话：轻功不代表武功。巧了，我却也看过。不过后来那个轻功高手也回了他一句话：但是速度代表了我和你的距离。三飞燕。小心点喽。抱歉，抱歉。如何？考生燕菲菲通过初试。多谢。还有，考官，我也要交卷。何人？考什么？我叫尹落霞，我来比的是。
客气客气。有趣，此人竟是换了个身份。怎么，这么好看吗？看傻了都。不是，我怎么看他的眼睛那么眼熟？你怎么看谁都眼熟啊？在剑林那会儿，你不看我也挺眼熟的吗？没少用这招套近乎。呸！别瞎说。唉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，她跟仙子姐姐给人的感觉天差地别。毒。让一片轻轻微风绕心游弋，听波般忽泛涟漪，人教春泥。只听枝桠攘攘嬉戏，在风下喃喃细语。月下描摹花。